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吃花生对血管好吗？ 7.5 万人研究发现，最佳的花生用量对血管好。今年56岁的高大爷患有高血压已经3年了，之前一直有坚持吃降压药。半年前复查的时候，医生给他换了另一种药，称降压的效果会更好。他吃完后总感觉有些头晕想吐，但又不敢和医生说。后来他听老友说吃花生能够降血压，于是就去菜市场买了一大堆的花生，每天抓一小把来吃，从煮花生吃到醋花生，后来吃腻了就开始吃油炸花生，有时还会拿花生米来送酒。降压药倒是没有停，却不再像以前那样按时吃。上个月他去复查发现，自己不但体重上升了，血压和血脂也升高了不少。总胆固醇水平由原先的 4.8 毫摩尔每升上升到了 5.5 毫摩尔每升。医生也不理解，按时吃降压药的话，血压怎么会控制不住呢？高大爷只好和医生说出了实情。对此，医生十分的无奈。您用了药后有任何不适，应该及时的和我们沟通换药，隐瞒病情反而会适得其反。并且医生还表示，油炸花生米本身是不具有营养价值的，相反，花生在经过油炸后，内的油脂成分会大大的增加，对于血管的健康不好的人来说，更是雪上加霜。每天一把花生会升高还是降低血压？关于花生存在不少的争议，有人认为臭泡花生能够降血压，但也有人认为花生属于高脂肪的食物，吃多了容易升高血脂和血压。那么真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其实花生内含有的脂肪更多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、多不饱和脂肪酸，而这些物质对于降低胆固醇、改善血脂的情况是有帮助的。实质上，有研究发现，花生对于心血管健康是有好处的。中风上曾发表过一项研究，研究人员对近 7.5 万年龄在45到74岁的日本群众进行了为期15年的随访。通过分析后发现，相较于不吃花生的人，每天摄入4颗左右花生的人，缺血性中风风险降低了 20%， 全脑卒中风险降低了 16%， 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了 13%。 对此，研究人员表示，虽然受试者只是摄入了少量的花生，但摄入花生与降低中风风险依旧有相关性。在我国，有食用花生习惯的人相对少，建议可以视情况在饮食中添加适量花生。2. 花生当代食，好处多多。2019年，顶级医学杂志《柳叶刀》发表的一份数字指出，1990年至2017年间，脑卒中、缺血性心脏病、肺癌等疾病是导致中国34个省份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。与我们原以为癌症是国人主要死因的结论不同，数字表明，心血管疾病才是导致国人死亡的主要因素。在心血管疾病高发的背景下，有研究结果表明，摄入坚果与较低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关。为证明此结果，中国科学院和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对该问题进行了合作研究。结果指出，用花生来替代等量的精制谷物制品，可以在不增加体重的情况下，显著提高代谢综合症的逆转率。这就意味着适用的食用花生来替代部分的主食，能够帮助改善高风险个体的心血管代谢健康，从而减少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。由此可见，把花生称为长寿果，实在是实至名归。3. 花生中的抗癌机制。在早年的研究中，人们发现，在苹果、葡萄等植物中可以提取出一种叫做原花青素的物质，它具有非常强的抗氧化与抗炎的能力。
能帮助降低胆固醇水平，并保护血管内皮细胞，起到预防心血管疾病、抗肿瘤等的作用。早在2020年，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研究团队发起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在花生的红衣中也可以提取出这类的原花青素。不但如此，在花生红衣中提取出的多酚类活性物质原花青素 B2， 可以作为一种新型的控制原癌基因的一种抑制剂，抑制原癌基因活动和下游信号的通路，从而抑制该癌细胞的增殖、代谢以及肿瘤生长。这项研究更是为花生有一定抗癌功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。4. 花生虽好，这5类人要少吃。花生虽然功效多多，但由于其主要的成分为脂肪和蛋白质，对于一些人群来说，食用可能会加重身体的负担，因此建议要慎重食用。1. 花生过敏的人群。据数字统计，花生过敏是食物过敏中死亡率较高的一种，而且一旦患上这种过敏症，往往是一生的。只有 10% 左右的人会随年龄的增长而产生对花生的耐受性。出现花生过敏时会有腹痛、腹泻、发红疹、血压降低、面部和喉咙肿胀等的症状，极易的引起呼吸困难甚至休克。因此，若是存在花生过敏的人群，千万不能侥幸，食用食物前要谨慎，以免误食。2. 痛风、高尿酸的患者。花生属于中嘌呤含量的食物，每100克的花生中的嘌呤含量约为 96. 毫克。对于痛风、高尿酸的患者来说，在病情稳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食用，若是处于痛风急性期发作，则建议不要食用，以免增加疾病发作的风险。另外，这类患者在进行花生的时候也要注意烹饪的方式，建议用水煮或者是烘烤的方式来代替油炸，减轻身体的消化代谢的负担。3. 胆囊切除患者。花生中富含脂肪，而脂肪的消化和吸收与胆汁是息息相关的。正常的情况下，肝脏分泌的胆汁会储存在胆囊里，在食用了高脂的食物时，胆囊会将胆汁排泄到肠道内来，促进脂肪的消化和吸收。一旦胆囊被切除，这些胆汁会直接的进入肠道，而不能储存在胆囊。在人体进食高脂肪食物时，就没有足够的胆汁来消化这些食物，更容易的造成营养不良。因此，建议胆囊切除的患者也要少吃花生，以免因进食过多而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。4. 慢性肾病患者。花生属于高蛋白的食物，而蛋白质的吸收和代谢是需要肾脏的作用。对于肾病患者来说，特别是肾小球过滤功能已经受损的人来说，大量蛋白质反而会带来较大负担，容易诱发蛋白尿，进一步加重了病情。因此，慢性肾病患者在食用花生的时候一定要控制量，可以在每天15颗的基础上再减少一些。5. 花生怎么吃才健康？注意好这3点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日常适当的吃花生对健康是有好处的，但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首先要控制好摄入量，过量食用花生会让身体的脂肪摄入过剩，反而对健康不利。建议每日花生的摄入量保持在10克左右即可。其次，尽量是多炖煮，少油炸。注意最好不要吃油炸的花生，这样制作的花生里面的油脂含量会大大的提高，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会受到了破坏。食用花生最好是选择煮、炖等的方式来制作，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花生的营养价值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要避免食用霉变的花生，一旦看见霉变的花生，应该及时的丢弃，其内里很可能会有黄曲霉素，该物质具有很强的毒性和致癌的作用，进入体内会严重的威胁健康，甚至会诱发癌症。如果不小心吃到霉变花生，一定要及时的吐掉，并且漱口。如果把花生当作零食，可能会一不小心就吃多了，
建议可以把每天要吃的花生加入到主食或者是菜肴当中，不但能够增加风味，还能够控制食用量。比如说煮粥时放一把花生，把干花生敲碎后加到面条上当配菜，或者是炖肉的时候加一小把的花生，让味道更加的鲜美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